无论衣服多脏多黄，只需要倒上一碗它，一点不夸张的说，轻轻一搓立马干净，省钱又实用。不信你来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哇塞，平时要是遇到这种情况，是不是觉得这件衣服大概率是废了，扔了得了？使用普通的洗衣粉或洗衣液很难将这些污渍清洗干净吧？洗后的衣服看起来仍然是黄黄的吧？确实是呀，可生活中哪里避免得了这些问题？除非戒了一日三餐，那更不可能了。尤其是小孩子经常吃东西呢，油渍和污渍更是难以处理，特别是衣领、袖口和前胸等部位。像这种衣服上的污渍呢，会非常的难洗掉。不过既然刷到这个视频，我将告诉你一个秘方，其实只需要用一种简单的方法，就能够轻松清除这些顽固的污渍。这种方法呢，是用一碗自制的清洁溶液。这个清洁溶液呢，可以有效的去除衣服上的污渍，而且非常方便。需要准备的材料呢有这些：准备一个容器，跟着准备一管牙膏，往里边呢挤入8厘米左右。牙膏里面呢还有摩擦剂和增白剂，能让衣服洗出来呢更加的洁白。跟着往里边加入少许的小苏打，小苏打有很好的清洁作用，加入小苏打来清洗，可以增加去污能力，把衣服洗得更加干净，还不会对衣服呢造成损伤。而且小苏打还是使用级别的，用起来也非常的安全。然后取下一块老肥皂，用刀刮下一些碎末，尽量把肥皂弄得碎小一些，这样呢可以更快的溶解。肥皂非常便宜，但是去污效果呢确实非常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往溶液里面呢滴上一些去污花露水，花露水的气味呢比较清香，这样洗过的衣服上面呢可以留有花露水清香的气味，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味道添加哦。最后往里边加入温水，不要偷懒用冷水哦，冷水的融合效果呢不怎么好。现在我们用工具把全部物质搅拌溶解融合，特别是牙膏和肥皂，得费心搅拌一会儿。如果肥皂不好搅拌，我们可以直接下手来揉捏，一定要把肥皂溶解掉，这样呢它才可以和其他的物品呢更好的融合，组成新的洗涤用品。那么一些洗衣粉、洗衣液洗不掉的黄渍、汗渍和油渍，用它就可以洗掉，特别是针对黄渍效果非常好。别说你不信，我这就实践给您看。将衣服放入盆中，这会儿呢我们把溶液呢倒进来，往脏脏的地方倒。如果是用洗衣机洗衣服，也可以把这碗化开的溶液直接倒入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。然后往里边呢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水量呢尽量没过衣服，然后下手揉一揉，使衣服的每一个地方呢都被浸泡到。我们用的这几样东西呢没有过多的化学成分，都是平时经常接触的，对于衣服和皮肤呢没有危害。如果污渍是刚沾上的，那么直接下手揉搓即可。可如果污渍呢像我这般大、这般陈旧，那么最好是将其浸泡一会儿。对于特别顽固的污渍，我们呢可以浸泡半个小时呢再来洗，效果呢会更好。轻度的黄渍和污渍呢，我们可以直接搓洗就好。衣服上面的脏东西很容易呢就洗干净了，衣服呢就像新买的一样洁白干净。你别不信，你还真别不信。看看，光是浸泡，我现在才开始揉搓哦，我几乎都看不到原来的污渍了。哇哦，真的忍不住想感叹一番，我以后还有必要出门买洗涤用品吗？或者说我还看得上外面卖的洗涤用品吗？天哪，小苏打不愧被称为万能去污剂，
其中的碳酸氢钠去污效果真的非常的棒的，既容易好用还有肥皂的功效。肥皂能把衣服洗干净，主要是因为它的化学成分和特殊结构。肥皂的主要成分是高级脂肪酸的钠盐，这种成分使肥皂成为一种表面活性剂。其微观结构通常由2个部分组成，一端喜欢靠近水，称为亲水基，另一端讨厌水，喜欢油脂，称为疏水基或亲油基。当肥皂分子在水中时，亲水基与水分子结合，疏水基则远离水并与油脂结合。如果油污上有足够的肥皂分子，它们就会包围油污，通常揉搓和水的冲洗使油污分散成小滴液并进入水中，从而达到清洁的效果。所以这么多年各种洗涤用品层出不穷，老式肥皂依然屹立不倒是有原因的。有些东西还就得老的好用。而牙膏的作用刚刚也已经介绍过了。驱蚊花露水里面的成分可以使清洗好的衣服留香，同时还可以驱赶一些蚊虫，防止蚊虫靠近。总之，使用自制的清洁溶液来清洗衣服是一种非常简单而有效的方法，可以去除衣服上的污渍，让衣服恢复亮白。您看看这衣服，现在我们再把它漂洗一下。这种方法也非常的方便、实用和经济，非常适合在家中进行衣服清洗，漂洗干净，拧干水分。白色衣服要注意多漂洗几次哦。我将其挂起来给大家看看，是不是焕然一新？还记得刚刚的污渍在哪里吗？另外，洗好后晾晒白色衣服时，需要将衣服翻过来晾晒。我这里是为了大家观察，而且也最好不要放到太阳底下暴晒，就跟晒白鞋子是一个道理，容易造成阳光暴晒下泛黄。大家在生活中保存白色衣服时，要单独与浅色的衣服存放在一起，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，这样你就算明天拿出来，也如同新衣服一样白净。学会了之后，你也赶紧试试吧。如果您觉得有用，别忘了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您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期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